各位王侯禅师的法师，以及清华大的国友，下午好。今天咱们在这里在这个寺院当中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开示。因为时间关系，我想只讲简单的3个方面的道理。第一个道理，大家要升起慈悲之心。今天我们下午在这里举行一个放生仪式。卖的这个生有飞禽也有鱼料，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些众生我想我们念放生仪轨的时候，大家要内心对他们升起慈悲之心内心对他们升起慈悲之心。我看到沿海一带的这些城市里面造业确实比较严重。刚才我从北京过来的时候，就当时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到那个秦皇岛，很好，那边的海鲜特别好吃，那边的螃蟹很好吃。他是来信佛教的一个朋友，是这样一个朋友，他给我这样说。我说我是吃素的，后来他说我忘了，对不起。所以从这个话的侧面的意义来讲，的确是海边的城市里面的人造的业应该说是非常的严重。也是我们这里包括对我们的一些弟子在会议自己的这个医生的时候会想起来很多的比较错误的故事，杀害众生，这个也是跟众生的学理有一定的关系。那这样我们作为大乘的这个学佛者来讲一定要有一种慈悲心平等心，还有关爱心来救助这些可怜的众生。这就是我们应有的责任。所以说就今天我们大家共同这个放生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放生让戒除一切的病苦灾难，自己的身心健康和世界和平带来无比的这个力量。同时让我们暂时或者是究竟获得了这样的无上的这个解脱就是获得了无上的解脱。所以我想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放生就是确实有非常大的这个功德和利益功德和利益。还有我们这里也有许多念佛的人学净土的人比较多。学净土的人我也希望不要以这个诈修为借口诽谤这个藏传或者是其他的传承的一些佛教。我们佛教确实是圆融无为的，确实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谁修持三法，谁积累资粮，才能获得解脱。我记得汉传佛教当中的著名大德寒山大师也这样说过。他说放生有念佛，万修万人正这句话大家应该记得清楚。这样我们又要放生又要念佛才能获得解脱。我们如果自维护自己的宗派，排斥其他的所有的神圣佛教不但得不到解脱，反而堕入轮回当中。所以为了解脱，为了
让自他的一切众生获得无上的圆满正果，大家要共同努力修清净的智法就这是我今天有关放生方面的这个开始吧就是说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快乐的源泉呢，就是佛陀的智慧。我们所求的知识当中呢，佛教是最伟大的，最最无上的就是最无上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在整个所有的世间的学说当中呢，应该说是佛的智慧，佛的这个大悲心。是第一的就是第一的。这是我们世间的任何学者、任何知识、任何理论呢就是不可比的就是不能呢就是与之相提并论。正因为是这样呢我记得在阿含经里面呢阿含经里面也是说过一切众民众日光为最上。一切众民众日光为最上，所有世间中佛尊为第一所有世间中佛尊为第一。也就是说呢，我们世间的所有的光明当中呢是这个日光是最殊胜的，日光是最无上的。同样的道理，世界上的千千万万个宗派、千千万万个学说里面呢，佛的思想、佛的智慧是无与伦比的就是其他的任何学说呢，就是不可相比。因此呢，我们大家要懂得这个学佛的这种优越性学了佛以后呢，让我们就是获得快乐。刚才我说这个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些快乐，所有的这种这个幸福呢，也是依靠这个佛陀的智慧而得的。佛陀呢，如果给我们没有宣说佛法，确实人们呢始终都是沉溺在无明的黑暗当中。正因为是这样呢佛陀在大乘经里面呢是这么讲的如来中现生就是如来中现生出现于世间如来中现生出现于世间什么唯开尽慧眼，唯开尽慧眼您得用安乐唯开尽慧眼您得用安乐。也就是说，佛陀和一切菩萨他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来到这个世界上，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为了这些可怜的无明众生呢，打开慧眼，让我们的清净的这个智慧眼呢，就是开启之后呢，让我们见到了一切万法的真相，让见到呢一切轮回的这个痛苦，获得解脱的利益。这样的道理之后呢，我们在今生当中呢也享受快乐，来至生生世世呢就获得就得到这个解脱。所以说我想呢就我们在座的各位每一个人呢就是都会希求解脱都会呢就前往这个就快乐的之路。可是呢我们经常找不到真正的这种快乐的这个因缘，始终是在盲目的奔波当中呢劳劳累累，最后呢就是自己极其失望。许多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佛教的智慧当中呢，让寻找这个心灵的安宁，让寻找呢就心灵的快乐。只有这样呢，才能呢自他的一切大事呢得以解决就这是我今天说的第二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快乐的源泉呢，就是佛陀的智慧。通过我们的这个努力呢，应该就是寻找就是佛应有的大悲心和大智慧。只有这样呢，我们自身也会得到了这个广大的力量就这是我今天说的第二件事情。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希望大家这个心持善法，利益众生。只有心持善法呢才能呢
让整个世界也是处于这个光芒或者是快乐当中，让自己呢就是也是始终都是处于一种幸福之中正因为是这样呢我记得在这个应该在这个佛经里面呢就是应该是在佛经里面呢讲修行善法这个居士善业修行善法居士善业，如是一人百千胜护。行持善法的人呢虽然是他是一个人，千百万的这个护法神天神以及呢就是非人当，就是天天都是保护。我们都经常看见行持善法的一个人的力量呢，有时候是远远超过这个许许多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护法神经常加持，诸佛菩萨经常加持，我们的这个众人的话呢，也看到他的这种利他的心有了利他的心的话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会这个发出这个灿烂的这种光这一点呢的确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座各位大家一定要学习佛法如果没有学习佛法的话呢，佛法就已经变成形象化了。我们整个教徒呢也是变成了一种形式化了所以呢在寺院当中呢一定要有这个闻思修行，要讲经说法，通过智慧来教化众生通过智慧来教化众生。那么我们在座的佛教徒呢也不要就是出于一种表面上，一定要经常这个学习佛法要这个闻思修行。闻思修行呢要放在这个首位，在这样的基础上呢做放生念佛参禅还有呢就尽心尽力的利益就是众生这就是我们这大乘这个修行人所做的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呢给各位在这个古老的禅师当中呢就简单的讲这3句这希望有缘者呢明开于心但愿呢就是一次简单的语言也是让转变很多人的这个苦难的命运让很多人呢走向解脱之道就今天说到这里吧。下面呢我给各位大家念几个注意的传承和念一点这个发愿文呢就是做这个结尾
说什么。今天你们来到这里的目的不是主要是看，一个是要念经，念经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开始放生啊，就是我听说这边可能好几万只鸟，还有鱼啊，就是放的比较多，这是很高兴啊，这次北京的居士们我有这么多的人，大家共同做这个善事，做善事，我们每一个佛教徒，包括不太信佛的，也有很多善良的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人格的原则。现在做善事的人不太很多，在这个社会啊，整个伦理道德就逐渐下滑。虽然我们知道是我们外在的物质的条件就是越来越有发展有进步，可是我们内心的困惑、内心的痛苦呢，也不断的增加。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呢特别希望就是做一些对众生对自己有利益的善事啊。今天呢在座的各位啊大家都有一种热心有一种欢喜心来参加这个放生。当然我们时间关系我今天呢不多说，我今天强调就是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人生的价值利益众生，利益众生，这就是大乘佛法的精神。所以我记得在这个《弟子问答录》《弟子问答录》里面呢说过说于是戒下品唯有利众高这个大家要记住。今天来到你这里的这个第一句话于是戒下品唯有利众高意思是就是说呢，我们实践当中的其他的很多事情意义不是很大的意义不是很大的，唯有的利益众生的话，那么这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利益和价值是最高尚的这也是佛陀极其欢喜的事情。华严经里面也说了说是令众生欢喜，如来欢喜令众生欢喜就是如来欢喜。我们如果让众生得到快乐的话呢，那么自相续的功德质量自然而然会这个增上。所以在座的各位，今天我第一个希望呢，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尽心尽力的为众生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就这是我们就今天就是提的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珍贵，就是生命珍贵生命珍贵。每一个人遇到生命的危险的时候，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财物、一切地位、一切名声，就是让保得住自己的最珍贵的生命。所以这样的这个生命的拥有权不仅是我们人类，同时呢所有的世界当中的众生都要具有这样的生存权，也具有这样的宝贵的生命。那么我们为了所有的众生的生命的维护，一定要在精神当中全力以赴的行持善法，做有意义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放生确实有很大的意义。法华经里面也说了，以慈心以慈心故心放生业，一切男子为我父，一切女子为我母。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众生呢，就是当过自己的父母。用慈悲心来放生的话，那么这个功德是极其广大的。所以曾经在汉传佛教当中的莲池大师寒山大师印光大师就无数的这些高僧大德们呢，都强调这个放生。我们藏传佛教当中也是全智无垢光尊者初嘎巴尊者宗喀巴大师尊者还有全智木峰仁波切、法王如意宝当无数的智者，也是为这个放生事业呢就而这个奋斗，并且呢救护了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我们在座的这个北京佛友就平时定期和不定期的经常就参与放生，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有贡献的。哪怕是在一个月当中，或者说一年当中放一条这个鱼，
移植了，那么这个功德呢就是不可思议的。那么放生的时候，你们如果方便的话，我今年做了一个放生之歌啊，放生之歌应该在网上也有。我们意思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废气呢让它回归自然的时候，就是让天人也是会感动的，天王也会感动的。那么我们鱼类的这些众生，就是放到水里面的时候呢，魔王也是感动的。还有我们在藏地的这个牛羊啊，就是这些呢，也是放在这个草原上的时候呢，就是也有很多的这个诸尊会感动的。我大概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这样讲的。这我就是平时放生自己呢，这个放生过程当中，体会的一种智慧，体会的一种感觉。的确是我们放到的这些众生，不单是他自己也获得了快乐，而且整个这个世界，整个现在强调的是和谐社会。那么这个要真正做和谐社会的话呢，可能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才能就是得以真实的和谐。所以呢，我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生命是最珍贵的，要生命珍贵的话呢，我们要保护就是所有的这个生命保护所有的生命。同时呢，如果有能力的话，自己哪怕是一条鱼、一只鸟，也要尽量放生的。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这里还有很多的这个生命呢，就是我说的是这个生命是很珍贵的。就今天我说的，第二点就是这个，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学习佛法就是对我们的生活带来最大的快乐这个是我今天说的第三点，大家要各位要记住。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自己那个学佛很多年，大家应该可能就是也听说，就我们藏地呢，大多数都是从小都是信仰这个佛教的，真正的学佛研究呢，可能也有20-30年了。那么你们在座的各位呢，可能有不同的这个情况。总的来讲呢，我们现在人的快乐、人的幸福是完全是依靠外在的一种满足你的房屋、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地位、财产来满足你从外境当中获得真实的快乐的话呢，相当的困难相当的困难。所以，如果一个人有内心的自在、内心的看破、内心的这种宁静。那么这样的话，真正的快乐呢，就是自然而然获得的。所以我希望呢，我们不仅是在外资物质方面有丰富的这种资源就能满足每一个人的基本的这个生存条件。然后同时呢，每一个人呢，不要那么的奢侈，不要那么的这个贪图，不要那么的这个欲望强大这个社会当中现在特别不尽人性的许许多多的这个事情呢，日益泛滥。所以我们很多佛教徒呢确实在从内心当中找到了就是宁静，找到了快乐，找到了自在。这一点我说在座的各位大多数都是真正学习大乘佛法的。我看我们这里学习如心论谦行菩提道次第论很多的这个特别殊胜的、特别有价值的这些教言呢，就是在这个学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你们不断的要充电，不断的要学习，因为学习佛法呢，不像我们实践法一样的那么简单的，一定要下功夫。下功夫以后呢，我想。佛教的智慧当中所得到的这种快乐，远远超过我们世间的各种以感官性而获得的财物的价值。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外在的这个事物我们一般来讲是要得到很困难的。即使得到的话呢，外在的这些景象呢，很容易就是耗尽，很容易呢就是离开你。而我内心当中佛教的一些境界呢，就是不容易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个汉地大城市里面呢？自杀的那么多，我看一个统计报告里面说中国每一年的话呢，20多万人就以精神这个病而这个自杀的。高等大学当中也好，或者世界的任何一个其他的团体当中，自杀性是非常这个自杀率特别高。
而我们藏地的话呢，99%的人就是信仰佛教。正因为信仰佛教呢，很多人都从来听不到是因为感情而自杀的，或者因为自己的这个事业不成功而跳楼的，这种现象是没有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藏传佛教的这种精神啊，确实是对人类带来了无比的快乐和安宁。因此呢，我们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人呢，就对这个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也好，对藏传佛教的教义呢很有兴趣，很追求的原因呢，并不是盲目的，也并不是呢，就像是现在有些追求迷信，不是这样的。应该说，很多人从自己的精神呢，从自己的这个智慧呢，就是要得到更以充实、更以圆满、更以完善，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因此呢，我今天就是第三个希望呢，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完全是把这个自己的快乐寄托在外境上的话，那就是相当困难的。这也是我本人多年这个学习佛法的一种这个心得分享吧。那么有少部分的这种这个时间和精力呢，用在学习方面，做餐啊、念诵啊、看书啊，尤其是呢，我们要这个学习啊，就是学习佛法啊。我在这里这个学佛的这些小组里面呢，就是经常提倡闻思修行是第一啊，其他的一些形象的一些简单的什么这个做一些仪式啊，做一些其他的这个行为呢，就是我们放在次要的。所以北京这边的学佛的人呢，我唯一的希望呢，最好是你们把这个精力呢放在这个学习上啊。你学的越好呢，就是最后对你自己得到的收获是越大的。你们学的再好，也是对我个人来讲是也毫无关系的，但是呢，对你们个人来讲，确实是收获是很大的。学佛的人和不学佛的人，从心理的这种善良啊，或者做任何事情方面比较起来的话，有天壤之别。因此呢，这个学习佛法也是主要是这个利益大乘、利益这个众生的这样的一种大乘教法。所以我今天呢，就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里呢也没有必要就是说很多。如果你们真的是有信心、有兴趣的话呢，我们通过网络上啊，通过光盘呢，通过法本呢，也跟大家就是可以沟通和交流。就是你们今天也并不是来这里来，可能今天想听我的法，就是今天呢，就是只不过是有些是好奇心，有些是我们很长时间呢，就是大家共同这个互相这个学习过，但是呢，就是一直是没有一个机会，就是大家共同这样见面呢，就是我听说就是也有这么一部分人，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见面不是很重要的，握手不是很重要的，拍照相也不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佛教的这种心理的思想的教育，这个是对你来讲是人生的最重要的。如果你真的是把这个藏传佛教和佛教里面的教义融入你的心的话呢，面对生活、面对生死、面对任何一件事，对你来讲是收获无穷的。如果你没有得到形象上呢，就什么样的这种表示呢，就是也不太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很高兴，就是大家就是共同发声，同时呢我也做这样一个简单的这个开始。那么我的开始呢，就是以这3句话来，就是就圆满。接下来以后呢，我给大家念几个咒语的这个传承啊，还有一些佛号，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念诵的这个加持。德龙抽多脚僧九，正等的德手把这正板多把的左把三地出手脚僧往上上德龙抽多脚僧九，正等的德手把这正板多把的左把三地出手脚僧，出脚僧抽多罗那不能天地加罗拉上德龙抽多脚僧九，正等的德手把这。只小鸟回归蓝天，欢乐的歌声弥漫天际，天王感动降下了福气，山川河流相和而已，一条条小鱼回归沧海，自由的舞姿摇动海域，龙王感动洒播出甘
一群群牛羊回归草原，安闲的身影，装点血雨，无法感动，赐予了幸福。白云绿草，充满生机。Oh Mani, Oh Mani, Oh Mani,正在路口的人们啊，你要去向哪里？一边是永恒的黑暗，一边是光明复制。请随我同声唱啊，同唱红啊红，放飞你心中的爱，拥抱蓝天大地。正在路口的人们啊，你要去向哪里？一边是永恒的黑暗，一边是光明复制。请随我同声唱啊，同唱红啊红，放飞你心中的爱，拥抱蓝天大地。Oh Mani,